因为现在在自己的这个房子里嘛，就是说总算有一点就是安静的空间，让我来讲一讲这个最近我就是这2天在越南考察的经历。因为我是就是有人邀请我过来进行考察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以前可能这个以前没有说，就是说在做艺术品之前啊，我是做项目经理的。那么有一个制造型企业的那个老板呢，就是说也跟我是很多年的交情了嘛，关系很好。那就是他意思是说他们对越南的市场很感兴趣，所以这一次来呢，就是说想请我一起来，就是说做一个就是说市场的调查。因为这一方面他们需要有一些人才，就是说来到越南进行投资。那么进行投资之前呢，是需要做一个比较详尽的这个市场调查，所以我在这里就是待10天这样子。基本上现在就是说接触了很多人，那么就是各个方面的人吧，可以这么说吧。就是说在越南这个经济啊，想摸一下底，而且就是说是不是适合就是投资到越南来开厂或者办理公司，这个是他们所关心的这个问题。当然我这里不能就是透露他们是做什么的。他们也算是制造型企业，但是就是比较好的有技术含量的制造型企业包括他们想在这里拓展市场，然后呢开店，还有那个把产品卖到欧洲美洲去，那么是这么一个想法。所以呢这次就是说来不是日本，来到这个地方就是说请我过来帮他们一起摸一下这个市场的这个底。那么现在呢，就是说我也经过了他们的同意，就是说我能够大致的把这次摸底的这次的行为跟大家稍微讲一讲当然我不能讲得太详细，毕竟人家是付了钱买了单请我过来，对吧？当然我还有工资，对吧？请我过来进行做这个市场调查，包括就是说以后还是需要做一些生产包括项目上面的合作。那么我就不能说的特别的详细，他们在做的是什么东西。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说这个越南的这个市场呢是在发展当中，而且这个从2020年开始呢，它这个发展到2022年它的发展是飞快的。所以我是2019年我来过，到2023年我又来了以后，我就发现这里就是说改变特别大，一切都不同了那么这一点让人就觉得很惊讶的，因为很少有一些地方就是说改变能够到如此之大。以前就是说全都没有高楼的，高楼很少的，我来的时候或者甚至有一些都根本没有建起来。而这次来以后，我就发现整一个附近全部是高楼，就我这里也是很大一栋高楼，它这个简直是就是平地拔起来的一样的。所以这一点让人觉得很惊讶。很多人说哎呦，那个时候上海也是这样，就是说以前没有的楼一下子起来，但是它这里更快。它这里我是2019年来的时候是基本没有什么高楼的，但是这2年一来，我就发现这些高楼就是在这个3-4年之内大概有几十栋，我估计有几十栋高楼同时在这个胡志明市就是平地拔起来了。你想想看，它的经济有多快。那么很多人说了，越南就是说中国人走了30年的路，越南10年都走完了。其实我的观点有一点点不同，确实越南已经是泡沫化了，而且就是说泡沫是严重的。但是你也知道，中国现在是在被排挤在国际秩序之外，很多的这个厂商，包括中国内部的厂，就是中国就是
自己的那个民营的一些厂商都想办法把一些产品啊移到越南、移到那个印尼还有印度这种地方来生产，那么造成这个越南现在等于说是基本上就是工作是不愁找的，那么市场就是已经是达到了一个基本上饱和的状态。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这里举个例子啊，就是好比是中国是一大杯水，它里面以前盛的外资有一大杯水，很大的一桶水，而越南呢是一个小桶，那么这个水呢就是好比是国外的资金，这些资金呢从中国撤出了以后，他们必定要寻找一个另外的一个生产加工贴牌中心啊，来进行就是说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欧洲、卖到美国、卖到这些地方去。那么这一桶水变相来说就是要倒出来，倒到小桶里面，而这个大桶里面的水实在太多了，大家都想撤走这个水啊，都想流走，那么一下子流到这个小桶里面，这个小桶是不是就会满出来了，就满溢出来了？现在越南就是这个情况，就是说它的资金都想流到这里来，然而当这个小桶没有办法盛那么多的水的时候，这个水位不就升高了嘛？水位一下子升高了，那么在这里的外资或者就是说在这里投资人，你会有个明显感受，说今天是100块东西，明天变120了，后天变140了。那么新来的投资的人就会发现，这个东西在这里卖那么贵，这个市场那么好，就是说东西卖的那么贵，那么他自然就没有办法承受这个这么高的成本来进行，比如说生产啊、投资啊这样的情况。所以呢，很多人来了以后，发现很贵，东西都很贵，然后他们就撤走了。那么也就造成了这个越南的经济就是下降，等于说降温了，泡沫下来了。然而呢，它这个政策，越南的政策整体开放的政策是完全没有改变的，反而是更加开放，他希望有更多的外资流入。那么他们的国民其实是本来都是比如说是农田里面种地的，现在大量的人就是城市大量的缺人，就是很多的人啊都涌向城市了，它的城市的那个标准啊、物价啊、房价啊都是往上走了，往上走高了。那么走高了以后呢，就是它是个小国家，它不像中国，中国是慢慢的就是涨起来了，它是一下子涨起来了，因为它的国家小，它容纳不了这么多的资金，所以它一下子就是飙高导致很多人，就像我这次过来以后，我们考察的就是重点，就是说这个物价已经超出了它的标准啊。如果没有外资投入，它这个物价根本就是完全达不到它现在就是说这个城市的标准。你想想看啊，楼下吃一个鸡翅，我买了一份鸡翅加一个啤酒，要90块钱，那是什么概念？90块钱人民币。如果这个是在泰国，可以买一桌子菜，再加上一些啤酒，所以它这个。它这一下子它的物价就变得飞涨，导致人家如果再想进来投资的这个投资成本就会变很高，而且越南人跟中国人是有90%的相像度，也就是说爱赚快钱，没有心中无神，是无神论者啊。体制也是跟那个中国其实是一样的。他是没有就是说没有什么信仰的，他只要钱，你只要有办法满足他什么事情都愿意做。那么而且他跟泰国有很大的不同，是泰国人是有信仰的，很多事情他觉得这个事情不好，或者乱丢垃圾不好，对吧？或者就是说乱穿马路不好，泰国人是很遵守交通规则的，或者很遵守他当地的一些规则的，他并不会就是说乱来的。但是越南人不一样，越南人跟中国人非常像，
越南以前是安南，安南以前是属于中国的这个地区啊，所以他们的文化就根本可以说是，包括到现在他们开放，他们这个改革开放也是从中国这里学来的，但是他们这一个桶没那么大，没有办法容纳那么大的资金，然后慢慢好起来，就是慢慢水位涨起来，对吧？让人家有一个温和的感觉，而是它很多水倒进去，很多的资金流入了越南以后，它造成整一个通货膨胀非常厉害，变成了一个等于说是一个很坏的一个状况。就是说，如果你外国人来，首先就是他一看你不会讲越南语的，他就开始这个漫天要价了啊！我之前我去的那个范武老街，就是酒吧街那边，喝了一杯啤酒，来了一个卖花生的，对吧？他看我坐在那边喝酒，那么他说给我一包花生，那好，那我想买了嘛，我想反正我也没事，也没用什么钱，我问一下他多少钱，你猜猜看多少钱？30万越南盾。之前我说了，1万越南盾等于3块钱人民币，30万越南盾就是90块钱人民币。这么大的一包花生是带壳花生啊，不是那种就是剥好的那种，是带壳的那种花生，就是你要剥了以后吃，90块钱人民币。然后我说不要，这个实在是太夸张了。他说好吧，便宜给你20万。我一算20万就是60块钱人民币一包花生。我随便在哪个地方买，我在泰国买只要4块钱，4块钱人民币也就20泰铢，对吧？人家很诚实的，就算是你是游客区，也最多就是翻一倍，就当它40泰铢，也就是8块钱。那你买一个花生米没有关系，我不觉得贵嘛，对吧？但是跑到这里来，这个人是没有信仰的，对吧？他能宰这把刀快的比手术刀还快，对吧？狠狠的给你宰下去，宰完了以后，你的游客你的感受就非常，就你回来一算钱，你一整个眼睛都花了。一包花生米90块钱，是不是疯掉了？然后他们酒吧，这里的酒吧为什么我不去？因为我感觉就是说，你从泰国来以后，我感觉实在是，就是说让人家很失望，对吧？每个酒吧门前都有一个美女在跳舞，然后，那你坐下来，我说我点杯啤酒，对不起，不行，要点套餐。这个套餐是什么样一个套餐？一个水烟，对吧？一个水烟，一个水果盆，然后再加6瓶啤酒。一份套餐是150万。150万是多少钱？150万是450块钱人民币，乘以3嘛，就450块钱人民币。然后那个水果，我也看不下去，我看他们在吃那个水果，我真的是受不了。那个水果下面是一大坨冰，上面放了几片，就像鱼生一样，就是像沙西米一样的贴在那个水果的那个上面。然后啤酒，我以为是，那你总个啤酒你450块钱，你总要有那个比较大桶的啤酒吧？我的印象当中，我以为是这种1升的这种大瓶的那种绿色的瓶子的那玻璃瓶啤酒，对吧？不是，是很小的，这么小的玻璃瓶啤酒6罐，一个水烟给你抽一个水烟，这么样一个套餐，所有的地方都是这样。那如果你是要 whisky， 那就是500万起跳，450万到500万，450万就是多少钱？400万就是1200块钱，对吧？1200块钱，500万就是1500块钱，1500块钱人民币啊，就是你坐在酒吧喝他那么一个套餐，对吧？像这个如果在泰国就根本不存在，你可能只要花100块钱人民币，你买一个啤酒，来一份水果，根本不用什么钱，对吧？这个就是一个巨大的差异。然而，越南其实它的物价，它本地的物价跟泰国，甚至可能越南还比泰国以前便宜。那么，大量的外国投资者来了以后，
它任何东西都涨了。就像今天早上我们去看的那个虾，100多块钱1公斤。那当然，你如果是在中国中国也算是贵的。如果你在香港，还能够接受100多块钱1公斤，但是你是在越南，你是在泰国，泰国的虾是140块钱泰铢1公斤。140块钱泰铢是多少呢？140块钱泰铢除以5，也就是28块钱左右。人民币1公斤，这里是100块钱人民币1公斤。螃蟹泰国是350泰铢1公斤，除以5就是60块钱人民币1公斤。在这里，他说是多少？240万啊，不，80万，80万，乘以3，3824，240块钱人民币1公斤，对吧？那么240块钱跟泰国的多少钱来着？6、5、7、35，70块钱，是同样的东西哦。就是泰国的70块钱的螃蟹跑到这里变成240块钱，同样的东西。所以它的价格你知道它相差有多大？它现在它的价格，我坐计程车，为公司去办事，坐过去大概是7公里路，计程车费是15万，15万越南盾，15万就45块钱人民币。你坐一个计程车走7公里，对吧？45块钱人民币。如果是在上海，是可以从这个外环以外一直坐到市中心，也就这个价格，而它这里才没有几公里。然后呢，我今天早上我是拍那个视频去这个菜市场那边，菜市场离这里大概是2公里路。2公里路呢，因为开始下大雨了，我在旁边喝一杯咖啡嘛，我说回来再讲，下大雨了。过来以后是6万块钱，6万块钱越南盾，那就3618，就18块钱，2公里路18块钱。这个计程车费啊，绝对是不便宜的啊。然后这个整一个越南现在的情况是，这个现在是泡沫化严重了，已经泡沫化其实是比较严重，但是很多时候这个泡沫化严重，它并不会跌下来，因为现在全球都是泡沫化很严重，就是通货膨胀，全球都通货膨胀。越南我们现在坐下来的分析啊，有好几个越南人啊什么，我们坐在一起在分析，就是越南并不会跌下来，而只会持平一段时间。因为这里已经是一个等于说是一个经济发展的一个国家了，一个已经是很快速经济发展的一个国家。这个动作，除非是政府就是有意要改变国家的体制，或者就是有一些特殊的原因，开始发展的国家就跟中国一样，你要它停下来，除非它政策改变，只要政策不改变，它可能会稍微下来一下，然后整个经济又继续往上走，这个是可能性极大的。因为它稍微停一下缓，好比就像人一样缓一口气，因为一下子跑得太快了，它缓一口气，然后接上这口气，我继续跑，能够跑得更远啊，这就是一个越南的情况啊。让人家整一个感受下来啊，它这个经济活力也好，人口这个年轻度，你知道胡志明人口那个平均年龄是多少？33岁哎，整个胡志明的平均年龄，人口平均年龄33岁，也就是说到我这个年纪的都已经很少了，都是在20几岁到30-40岁这样一个年龄段啊，是最集中的。所以这个城市的它这个人口红利是完全没有消失。当然这里的人啊是没有信仰的，
因为都是共产党国家嘛，都是基本上同样的体制嘛，所以他培养出来的人，包括从古时候这个比较安南，就是在那个河内那边，因为这里是越南的南部，河内那边是越南的北部，河内那边就是都是叫安南嘛，安南其实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那么后来就是分裂了，对吧？安南就是它越南变成越南，管这里，但是我们的文化，越南人的文化，越南人的想法，我跟你说是95%跟中国人是一模一样。所以为什么他们不喜欢中国人，也有道理，因为中国人，比如说中国人来越南做生意，他就很清楚越南人的这一套，他知道你什么时候要宰他了，等于说是中国人已经走过这一步了。那越南在就是吸取中国的经验，在学着中国做这个改革开放，里面的人也是学着中国的样子，该怎么做，他们该怎么宰，有外国人来，它的价格该怎么提升，都是一步一步学来的，可以说是一样画葫芦，完全没有不同的地方。还有一点，看这个下面这个日本区，我们上海90年代到00年代，上海虹桥跟下面是一模一样，下面卡拉 OK， 对吧？有很多小姐啊陪你唱歌啊什么，对吧？歌舞升平。现在这里的情况跟以前上海的虹桥地区有多像，你知道吗？我跑过来我就感觉我回到了90年代的上海啊，这个感觉真的是怎么说呢？就是说似曾相识啊，真的是似曾相识。而且这个无论从各个角度也好，人就是越南人的性格也好，对吧？从他们的这个消费的方式也好，从各个角度开的店也好，对吧？都是跟中国的这个消费方式如出一辙，只是比我们就是跟我们以前的消费方式啊是如出一辙的，对吧？包括你看这个路上那个车，这个路上开过来那个车，它是不让人的，对吧？有红绿灯，对不起，我右转不用等红灯的，我就直接，我不管那个斑马线上面有没有人，我反正先转了再说，他绝对不让你。如果你在那边等车，啊，跟90年代的上海一样，你永远等不到头，你永远过不了那马路，就是这样的啊。然后那个喇叭声音根本就没有，前面没有人就先开始按喇叭了啊。那个喇叭叭叭叭，那个城市里面这个喇叭的那个噪音啊，简直是络绎不绝的。只要在这个主干道旁边啊，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消停的。还有一点，这个下面的这个清洁程度远远不如泰国。泰国人，我有好几个泰国朋友，我现在非常了解他们甚至到海滩上面去专门去捡垃圾，在普吉岛上面有一些比较好的泰国人，他们专门到普吉岛的各个那个沙滩上面啊，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很多泰国人去捡那个海边的垃圾啊，他们去把它捡来，然后丢垃圾桶里面去。但是在越南，这种事情是没有可能发生的，只有那个垃圾啊、烟屁股啊，然后各种各样东西乱丢在地上，脏得不得了。特别是像这种就是喝酒地啊这种地方，你知道日本人来这里有多高兴吧？就让人感觉就是非常非常的相似的，就是90年代来到上海，他们就是这个感觉，很高兴。有的女孩子陪他出来，然后打招呼，然后互相鞠躬啊，就这样，是吧？啊，这个真的是，真的是让你能够回想到以前，很早以前，我是在上海读国际学校，当时就是这种情形，然后出来都很有派头。怎么说呢？坐着那个像别克一样的车嘛，叫房车嘛，啊，然后很有派头，
坐到这里来，然后跑到卡拉 OK 去唱歌去，陪着客户啊，不知道陪着谁啊，或者他们自己来娱乐，这个高兴的劲啊！然后日本人这里简直是可以用日语交流。曾经的虹桥也是这样啊，日本人、韩国人他们简直是就是，我都在超市里面看到两个妈妈，对吧？互相在谈话，日语、韩语，对吧？还带着小孩在这边，对吧？就过着这个幸福的生活。曾经的上海是这样的，就是说他们在一些比较高级的小区待在那边，然后丈夫去在中国工作，然后小孩跟太太待在家里面，在这里生活，生活这个舒适程度是远远高于日本的，这个我是知道的。因为呢，他们爱干什么干什么，而且比如说他们本国公司派他们到这个新的地方来，这些人是乐不思蜀的，就是说派他们到这种新兴市场来，有玩有吃，什么都有，那不是天堂一般的生活吗？很多人在5-6年前或者7-8年前，很多日本人、韩国人离开上海的时候都哭啊，很多人就还开那个欢送会，就是说他要离开这个地方，他们是多么想待在这么一个就是说物价什么都很便宜，对吧？生活非常便利，然后就是可以享受人上人感觉的这么一个地方。现在越南让我感觉就是这么个地方啊，当然这个就跑远了，这主题今天就跑远了。就是说我们观察下来，就是虽然说现在是通货膨胀严重，越南人未必适应得过来，因为大部分越南人还是穷的，但是跟中国一样，越南政府也是不会让他这个土地贬值的，他的土地不会贬值，因为完全是由政府控制在手里的所以不存在说东西要跌价了怎么样。我觉得我们也大家都是这么认为的，因为这个模板跟中国当年的这个模板是一样的，政府控制着一切。你说我如果房子跌了，没人买地皮，我的经济来源哪里来？这个政府的经济来源到哪里去？这个就是一个铁一般的事实，这个事实大家都要认清楚。那么这个房子，政府会希望它越贵越好。当然到了一定贵的程度，因为它现在涨得太快了，需要回一回水以后再继续。只要它这个政府开放的政策不变，跟中国一样，中国如果开放的政策不变，就是说你可以进来做任何生意，你可以进来就是经营任何的生意的话，这个市场是非常活跃的。所以呢是不会就是说无缘无故落下去的。而且越南人跟泰国人有很大的不同，是泰国人只要吃饱了，喝酒喝足了，对吧？什么都不干，第二天就不上班了。但是越南人跟中国人像，越南人很勤奋，说好比如说9点钟今天这个事情要办了，他不会迟到，不是说不会迟到，他是不会，就是说他是不会就是不到的，至少他不会不到的甚至这里也是有雨季，这里跟泰国很近了，这里像现在这个时候就是比如说下大雨，他们也是照样来，他们没有说我今天下雨我就不来了。但是泰国是这样的，泰国说今天下大雨对不起我就不来了，跟你打个电话说你看下这么大雨我怎么来，没法来就不来了。但是越南人不一样的，越南人也很勤奋的，所以你不要小看越南，因为很多人就是说你说越南是个小国家，越南是个小国家我不在意对吧？但是越南你要知道，在这个东亚国家里面，其实是条件是唯一跟中国非常相近的。你说印度它这个基建不好，很多地方那个车都是土路，它再怎么吹也没用，就是说它这个基建不好，
你运输一个精密零件运到一个地方去，你给它震都震坏了。而且印度人是非常搞脑子的，就是说他们在印度当地啊，这个话说过来说过去，他一个问题要讨论很久。相信我，因为我做过印度项目，我跟无数的印度人都打过交道，就是这样的。直到是最终老板要骂人了，要拍板了，好了，他们一致通过，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他们会搞那种怎么说呢？他们会就是你不服我，我不服你，他们会有一些就是有一些这个，我不知道这个脑路结构，我对印度人不能说是特别了解，但是他们非常搞，跟中国人不一样。中国人说老板决定这么做，对吧？没有任何人就老板决定了，没有人有意见，我们就这么做。但是印度人不是，印度人呢要讨论半天，然后动作也很慢，这个是印度的一大缺点。印尼人呢一样，跟泰国人其实相差不远，但是印尼人是比较穷，对吧？你很多的东西没有办法到印尼去生产，但是在越南不同，就是越南也是有很多人口基数在那里，然后他也能做劳动密集型的工作，而且他做工作工人的速度跟中国是一样的巴结，所以说他们说现在胡志明市它的经济那个 GDP 还是没有超过曼谷，因为曼谷是发展了一个很多年的一个资本主义型的城市，但是这个地方很快要超过曼谷了，因为它这个城市发展，在我感觉里面不得了啊！就像我今天现在住的这个民宿，这个房子啊，以前是一个很破的房子。然后他们就想到把这个环境灯打好啊，栏杆建好，里面地板铺一铺，弄好了以后，二房东再进行出租，做成 Airbnb。他们的想法一样，跟中国人一样快的，对吧？一样的勤奋，一样的聪明。你说，不见得是会不成功，只是他们国家的这个形势跟我们有所区别的，就是说他们小我们大，中国大，越南小，人口基数也是，中国大比它大很多。那么，很多的外商投资到这里以后，发现就是说物价一下飞涨，人家一下子接受不了。但是这是个时间问题，政策没改变，它这个市场是开放的，所以就是说，只要它开放的状态，慢慢就会起来了。而且这个速度是不慢的，其实这个速度绝对比中国快。中国发展要40年，越南发展可能20年到30年，它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城市。不但是这个城市啊，像河内那边很多厂在那边就很多公司在那边设厂啊。这次差点去河内，在那边设厂，我叫我们去考察嘛。河内的那个人工价格已经是等于说是请工人的价格已经是飞涨了啊，但是呢还是一个合理能接受的范围。在胡志明市，他们人工的价格是在$400至$1000之间，也就是说你的底线就是$400了。曾经别人的想法是，$400其实是很高的，等于说在曼谷是一个白领的基本工资了，可以说这个是不低的。但是很明显胡志明这里已经是，就西贡这里它的人工已经是高过这个曼谷了。所以我感觉吧，他们是非常的巴结的，跟中国人是一样的。所以你们千万不要小看越南。今天就先说到这里啊。关于物价，很多物价上面的信息呢，很多时候就是说有些特定的物价，我们也是就是根据公司的这个产品我们去调查的，这里呢就不太方便透露。如果你
你需要有一些什么调查什么的，到时候你也可以联系我们，对吧？我们基本上就是说对这个地区，这个越南这个地区现在是有一定的了解，有一定的了解，不能说很全面，毕竟我来了10天，就是说跟很多的这个有一些越南人，有一些就是中国人开会，但是没有达到那个就是完全熟悉在胸的这个程度，还需要一些时间。但是我们这个速度已经是非常快了，对这个地方这个发展，我们是抱有这个比较好的信心的。今天的视频就先说到这里。